李师傅，您的岗位要调整了。会议室里，人事经理王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自然。调整？我干了46年，还有什么好调整的？李师傅放下手中的保温杯，平静地看着坐在主位上的张总。公司要精简人员，这是大势所趋。张总翻着手里的文件，头也不抬地说道：“精简。”老保安看了一眼会议室里的几个人，财务总监低着头玩手机，王姐尴尬地整理着桌上的纸张。那就精简吧。李师傅的话音刚落，整个会议室陷入了诡异的安静。窗外的车流声显得格外清晰，空调的运转声在这一刻也变得刺耳起来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秋日的阳光透过办公大楼的玻璃窗，洒在华泰集团28层的保安值班室里。李建国，大家都叫他李师傅，正在例行检查当天的工作日志。65岁的他，头发已经花白，但精神矍铄，一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。身穿笔挺的藏青色保安制服，胸前的工牌上清楚地写着李建国，工号001。这个工号他用了整整22年。李师傅，早啊！前台的小刘端着咖啡路过值班室，笑着打招呼：“小刘早，今天穿这身真漂亮。”李师傅放下手中的笔，慈祥地笑道。小刘脸一红：“李师傅，您又开玩笑了。对了，我听说公司最近要有大动作，您知道什么消息吗？”李师傅摇摇头：“我一个看门的，能知道什么大动作？不过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，最近确实有些不一样。不一样？怎么不一样？没什么，就是感觉。李师傅重新拿起笔：“你去忙吧，别迟到了。”小刘走后，李师傅继续填写工作日志，这是他坚持了40多年的习惯。无论在哪家公司，每天的工作情况都要详细记录，从最初在建筑工地当保安时的简单流水账，到现在在华泰集团的规范记录，厚厚的本子已经换了不知道多少个。上午9点，华泰集团的员工们陆续到齐。李师傅站在大厅里，熟练地为每一个经过的员工刷卡开门。“李师傅，你女儿最近怎么样？”市场部的小王问道。“挺好的，在国外念书，马上就要毕业了。”李师傅眼中闪烁着自豪的光芒。“那您快要当爷爷了吧？”“哈哈，还早着呢。不过我这把老骨头，估计也看不了几年孙子了。”小王拍拍李师傅的肩膀：“您身体这么好，肯定能看着孙子长大的。”李师傅笑着点点头，目送小王走向电梯。10点钟，李师傅开始巡查大楼，这是他的例行工作。检查各层的消防设施、安全出口，确保没有安全隐患。走到18层时，他发现财务部门口聚集了几个人，声音有些激动：“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又推迟了？说是资金周转问题，让大家再等等，再等。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。”李师傅放慢了脚步，但没有停留。作为保安，他知道什么该听，什么不该听，但心里还是有些疑惑。华泰集团作为本市知名企业，怎么会出现工资延迟的问题？继续往上走，25层是公司高管办公区。李师傅刚走出电梯，就听见张总办公室里传来激烈的争论声：“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必须想办法。银行那边催得很紧，先稳住，过了这个月就好了。”声音很模糊，李师傅听不太清楚具体内容。他敲了敲门，里面的声音立刻停止了。“请进。”李师傅推门进去。“张总，例行巡查，没打扰您吧？”张总连忙收起桌上的文件，
强挤出一个笑容：“没有没有，李师傅辛苦了。”办公室里还坐着财务总监陈会计和法务部的律师，他们的表情都有些紧张。看到李师傅进来，纷纷停止了交谈。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李师傅点点头，转身离开。关上门的瞬间，他隐约听到里面又开始了低声的讨论。下午2点，李师傅回到值班室，准备整理上午巡查的记录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了一个意外的东西。在值班室的文件柜最下层，有一个他很久没有打开的抽屉。今天清洁工阿姨打扫卫生时，不小心把抽屉拉开了，露出了里面的一个老旧的牛皮文件夹。李师傅拿起文件夹，轻轻拍去上面的灰尘。这是他刚来华泰集团时用的工作记录夹，里面记录着这些年来的各种工作备忘和观察笔记。翻开第1页，是22年前的记录。2003年3月15日，入职华泰集团，公司员工120人，业务蒸蒸日上。往后翻，记录着公司的发展历程、员工的变迁，以及他作为保安观察到的各种细节。有些内容连他自己都忘记了，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公司如何度过难关；2015年公司上市时，所有人的兴奋心情，还有这几年来一些细微但引人注意的变化。李师傅，您在看什么呢？小刘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回忆。老东西了，以前的工作记录。李师傅合上文件夹。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？人事部王经理让我来通知您，说有重要事情要和您谈。李师傅看了看墙上的钟表，下午2点半。现在吗？对，他说让您去26层的会议室。好的，我这就去。李师傅整理了一下制服，将文件夹放回抽屉里，走向电梯时，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预感。22年来，除了年终总结，公司从来没有单独找他谈过什么重要事情。26层的会议室里，王经理已经在等候了。她是个40多岁的女人，平时对李师傅还算和气，但今天的表情显得有些严肃。李师傅，请坐。王经理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声音比平时正式了许多。李师傅在椅子上坐下，双手自然地放在膝盖上。王经理，您找我有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公司最近在进行组织架构调整。王经理拿起桌上的文件，似乎在组织语言。这时，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，张总走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财务总监陈会计。李师傅，你来了。张总在主位上坐下，看起来心情不错。今天找你来，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。李师傅点点头，等待他们继续说下去。是这样的，张总清了清嗓子，公司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定对保安岗位进行优化调整。你在公司工作了这么多年，也到了该享受晚年生活的年纪了。您的意思是？李师傅的表情依然平静。公司决定启用年轻的保安团队，实现保安工作的现代化管理。你的合同到期后，我们就不再续签了。王经理接过话题。当然，公司会按照劳动法给你相应的补偿。李师傅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缓缓开口：我干了46年，就这样被扫地出门。李师傅，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张总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。这不叫扫地出门，这叫优雅退场。您看，您也60多岁了，该好好享受生活了。而且，公司这样的调整也是为了更好的发展，为了更好的发展。当然，张总站起身来，在会议室里踱步。你知道现在请一个年轻保安1个月多少钱吗？3500
而您的工资是6800，还有各种福利津贴，一个月下来，公司要支出8000多。现在请2个年轻保安，工资加起来都比您一个人少。陈会计在一旁点头：是啊，李师傅，现在公司确实需要控制成本。控制成本，李师傅重复着这几个字。对，张总越说越兴奋。您知道吗？光是调整您这一个岗位，公司每个月就能节省3000多块钱，1年下来就是3万多，这对公司的发展多有意义啊！王经理看着李师傅沉默的样子，心里有些不忍。李师傅，您别多想，这真的只是正常的人员调整，公司对您这些年的贡献还是很认可的。认可？李师傅抬起头看着他，认可就是让我走，这不是让您走，这是让您回归家庭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张总重新坐下，您女儿在国外生活的那么好，您可以去看看她，顺便旅游散心，多好的安排啊！李师傅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张总。这时，王经理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脸色微微一变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什么？现在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王经理挂了电话，对张总说道：张总，楼下有客人找您，说是很紧急的事情。张总皱了皱眉，什么客人？好像是房地产公司的人。王经理压低了声音，张总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起来。他看了看李师傅，又看了看陈会计，你们先谈着，我下去处理点事情。说完，张总匆匆离开了会议室。会议室里只剩下了李师傅、王经理和陈会计，气氛变得有些尴尬。李师傅，您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王经理试图缓和气氛。李师傅摇摇头，没有问题。我想问问，新来的保安什么时候到位？这个还在招聘中，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。那这段时间谁来做保安工作？王经理和陈会计对视了一眼，显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。这个我们会安排的。王经理有些心虚。安排谁？李师傅继续问道。保安工作不是谁都能做的，需要熟悉大楼的每一个角落，了解每一个安全隐患，掌握所有的应急流程。新人来了，谁来培训？陈会计插话道。李师傅，这些您不用担心，公司会有安排的。我当然不用担心。李师傅淡淡地说，我马上就不是这里的员工了。这时，门外传来了脚步声，张总回来了，但他的脸色明显不如刚才轻松，眉头紧锁，嘴角的笑容也消失了。怎么样，处理好了吗？王经理关心地问道。没什么大事。张总重新坐下，但明显心不在焉。我们继续谈刚才的话题。李师傅，关于补偿的问题。张总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李师傅打断了他的话。什么问题？您刚才说调整我的岗位是为了给公司节省开支，对吗？对，这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必然选择。张总的语气又变得自信起来。那我想知道，公司现在的财务状况怎么样？需要从一个老保安身上节省这点钱？张总愣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：李师傅，您想多了，公司财务状况很好，这只是优化配置而已。精益求精，懂吗？精益求精。李师傅若有所思地重复着这个词。陈会计在一旁补充道：李师傅，张总说的对，现在市场竞争激烈，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，这是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。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就是把干了46年的老员工赶走。李师傅的语气依然平静，但话里已经带了一丝锐利。这不是赶走，这是……张总想要解释，但被打断了。是什么？是人性化的安排。张总有些结巴，
李师傅站起身来，整理了一下制服。好，我明白了。那什么时候正式生效？下个月底。王经理说道。我们会提前1个月通知，这是按照劳动法的规定。行，那我回去准备交接工作了。李师傅走向门口。李师傅，张总在身后叫住了他。我希望您能理解公司的决定，这真的不是针对您个人，而是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。李师傅转过身来，看着张总。张总，我理解，46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，什么话该听，什么话不该听。说完，他推门而出。李师傅回到值班室后，坐在椅子上良久没有动。窗外的阳光已经西斜，大楼里的人们还在忙碌着自己的工作，似乎一切都很正常。他重新打开了那个老旧的文件夹，翻到最近几个月的记录。2025年5月，公司开始延迟发放员工工资。6月，有供应商上门讨要货款。7月，银行人员频繁造访。这些看似零散的记录，现在串联起来，似乎有了不一样的意义。李师傅，您还在啊？清洁工张阿姨推着清洁车经过值班室。张阿姨，您辛苦了。李师傅合上文件夹。最近公司有什么变化吗？张阿姨四处看了看，确定没人后，压低声音说：李师傅，我听说公司最近有些不太好的传言。什么传言？说是资金链有问题。我在财务部打扫卫生时，听他们说什么账目对不上，还有什么债务，不过这些我也不太懂。李师傅点点头，这些话您别乱传，免得影响不好。我知道，我就是告诉您一声。对了，您知道吗？上周有几个西装革履的人来找张总，在他办公室里谈了很久。后来张总脸色很难看。什么样的人？看起来像是银行的，或者是什么公司的，反正不是我们公司的人。张阿姨推着车继续往前走。李师傅，您要小心点，我总觉得最近公司的气氛不太对。李师傅若有所思地看着张阿姨离去的背影。下午4点，前台小刘又来了值班室。李师傅，我听说您要离开公司了。小刘的眼圈有些红。消息传得挺快啊。李师傅苦笑道，是王经理告诉我们的，说公司要进行人员调整，您是第一批。小刘擦了擦眼角。李师傅，我真的舍不得您。傻丫头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李师傅拍拍小刘的肩膀，你还年轻，要好好工作。可是您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，公司怎么能说换就换呢？李师傅看着小刘纯真的眼神，心里有些感动。这个姑娘刚毕业就来到公司，他看着她从青涩的新人成长为现在能独当一面的前台主管。小刘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李师傅坐下来，你觉得公司最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小刘想了想，好像确实有些不一样。以前公司的氛围很轻松，大家都很开心，但最近感觉每个人都有心事，尤其是管理层，总是愁眉苦脸的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，以前公司的福利很好，每个月都有各种活动，但这几个月什么活动都没有了，连年终聚餐都取消了。人事部说是为了节约成本。李师傅点点头，这些细节他也注意到了。对了，李师傅，还有一件奇怪的事。小刘突然想起什么，上个月我在前台看到有人来收办公设备，说是公司要更新换代，把一些旧的电脑和打印机都拉走了，但是新设备到现在都没来。很多部门都在抱怨设备不够用。收设备的是什么人？不知道，反正不是我们公司的人。他们有正规的手续，财务部也签字确认了。李师傅心里的疑惑更深了。
华泰集团的设备都比较新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处理掉？5点半，下班时间到了。李师傅站在大厅里，看着员工们陆续离开，这是他每天的例行工作，确保所有人员安全离开大楼。李师傅，再见。李师傅，明天见。员工们和往常一样跟他告别，但李师傅知道，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多了。6点钟，大楼里基本上只剩下保安和清洁工了。李师傅开始最后一轮巡查，走到18层财务部时，他发现里面还亮着灯，有几个人在加班。透过玻璃门，他看到几个财务人员围在电脑前，表情严肃地讨论着什么。他敲了敲门，请进。李师傅推门进去，这么晚了还在加班？李师傅，是您啊？财务部的小赵抬起头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。最近账目比较复杂，需要加班核对，需要我帮什么忙吗？不用了，谢谢您。小赵勉强笑了笑，但李师傅能看出他的疲惫和焦虑。李师傅正要离开，突然听到办公室里的打印机响了起来。小赵赶紧过去查看，但脸色立刻变得苍白。怎么了？李师傅关心地问道。没什么，就是打印机卡纸了。小赵慌忙关掉了打印机，但李师傅敏锐地注意到，打印机上的纸张露出了一个角，上面隐约可以看到催款通知几个字。那你们忙吧，我继续巡查了。李师傅没有多说什么，转身离开，走出财务部。李师傅心里的疑惑更深了，催款通知，公司到底欠了谁的钱？继续往上走，25层的高管办公区依然有灯光。李师傅走到张总办公室门前，听到里面传来激烈的争论声。不能再拖了，对方已经失去耐心了，再想想办法，总会有解决方案的。如果再不处理，后果会很严重。李师傅没有敲门，而是继续往上走，但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回到值班室，李师傅坐在椅子上，脑海里回想着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。张总突然的裁员决定，财务部的加班、催款通知，还有张阿姨提到的那些西装革履的访客。这些事情单独看可能没什么，但串联起来就显得很不寻常了。李师傅重新打开了文件夹，仔细翻阅着最近几个月的记录，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异常都被他详细的记录在案。或许他自言自语道，我应该更仔细地观察一下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是女儿从国外打来的电话。爸，你好吗？挺好的，你呢？学习忙不忙？还行。爸，我听朋友说国内经济形势不太好，你们公司没事吧？李师傅愣了一下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就是担心你啊。我在这边看新闻，说很多公司都在裁员。没事的，爸爸这把年纪了，什么风浪没见过。李师傅不想让女儿担心，你好好学习，别操心这些。好的，爸。对了，等我毕业回国，我们一起去旅游吧。好，爸爸等你回来。挂了电话，李师傅心里五味杂陈。女儿即将毕业回国，而他却要失去这份工作了。晚上10点，李师傅准备下班，这时他发现大厅里还有一个人在等待，是一个穿着正装的中年男子，看起来有些焦急。先生，您找谁？李师傅走过去问道。我找张总，有紧急事情要谈。男子说道。这么晚了，张总可能已经走了，要不您明天再来？不行，必须今天谈，这是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。男子的语气很严肃。李师傅有些意外，什么事情能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？那您等等，我帮您联系一下。李师傅拨通了张总的电话。张总，
楼下有位先生找您，说有紧急事情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传来张总有些疲惫的声音：“让他上来吧，25层。”好的，李师傅挂了电话，对男子说道：“张总在25层等您。”谢谢。男子匆匆走向电梯。李师傅看着男子的背影，心里的疑惑更深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这么多人在深夜还要找张总谈事情？第二天上午，李师傅照常来到公司上班。整个大楼的气氛比昨天更加压抑，员工们脸上的忧虑更加明显。10点钟，王经理再次找到李师傅：“张总想和您谈谈工作交接的事。”会议室里，张总精神状态很差，眼睛布满血丝。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人员优化的必要性。通过这次调整，公司每个月能节省10万元人力成本，一年就是100多万。张总越说越兴奋，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。我们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。李师傅一直静静地听着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就在张总还在兴致勃勃地计算着节省开支时，李师傅突然缓缓从椅子上站起身来。他慢慢走向自己随身携带的那个老旧公文包，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跟随着他的动作。李师傅的手在包里摸索了几秒钟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样东西。张总的话音戛然而止，整个会议室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当李师傅转过身来，将那样东西轻轻放在会议桌上时，张总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。王经理手中的咖啡杯咣当一声砸在地上，陈会计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盯着桌上的那样东西。然而，最让人震惊的还在后面，那是一本厚厚的黑色皮质记录本，封面已经有些磨损，边角微微翘起。李师傅将记录本轻轻翻开，露出了密密麻麻的手写记录。这是什么？张总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的工作日志。李师傅平静地说道：“46年的习惯，每天都要记录工作中观察到的情况。”他翻到最近几个月的页面，开始缓缓念道：“2025年5月15日，公司开始延迟发放员工工资，财务部解释为资金周转问题。6月3日，有3家供应商上门讨要货款，总金额约280万。6月18日，建设银行风控部门人员到访，与张总密谈3小时。张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额头上开始冒出冷汗。7月2日，李师傅继续念道：中海地产催收部门经理王强到访，要求结清拖欠的办公楼租金，金额为4700万元整，已拖欠8个月。会议室里一片死寂，王经理瘫坐在椅子上，陈会计的手在桌子下面不停地颤抖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张总结结巴巴地问道。李师傅合上记录本，看着张总：“张总，我在这栋楼里工作了22年，这里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次异常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你以为保安只是看门的吗？昨天晚上那个找您的人，就是中海地产的催收经理。我听到了你们的对话。”李师傅的语气依然平静。他给了您最后通牒，如果本周内不结清租金，就要启动法律程序，查封这栋楼。张总彻底慌了。李师傅，您听我解释，公司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但这只是暂时的，暂时的。李师傅冷笑一声：“张总，您还记得去年底的时候吗？您在董事会上信誓旦旦地说，公司现金流充足，
可以支撑2年的运营。现在才过了8个月，就欠下了4700万的租金。您还记得今年3月的全员大会吗？您说公司业绩良好，要给所有员工涨薪，结果呢？不但没涨薪，连正常工资都开始拖欠了。李师傅一步步走向张总，每说一句话，张总就往后退一步。您更记得2个月前的投资说明会吗？您告诉投资人，公司有3个亿的资产，资金链稳定。可是现在连几千万的租金都拿不出来。李师傅，您别激动。王经理试图缓和气氛。我不激动。李师傅转过头看着王经理。王经理，您知道吗？就在您通知我被裁员的时候，您桌子上放着的那份文件是员工薪酬削减方案，准备把所有基层员工的工资降低30%。来缓解公司的现金流压力。王经理脸色惨白，显然没想到李师傅连这个都知道。还有陈会计。李师傅看向财务总监，昨天晚上您在财务部加班到11点，打印的那些催款通知我都看到了。供应商欠款380万，银行贷款逾期1200万。员工工资拖欠150万，还有各种税费欠缴220万，加上这4700万的租金，公司的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了6600万。陈会计瘫坐在椅子上，完全说不出话来。张总突然暴怒：“你一个保安，凭什么管这些事？这些都是商业机密。”商业机密？李师傅笑了：“张总，您把公司搞成这样，还有脸说商业机密？您知道吗？现在楼下每天都有供应商来讨债，员工们都在私下里讨论公司是不是要倒闭了。这还算什么机密？再说，李师傅的语气变得更加冷峻。您以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保安吗？”这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李师傅缓缓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，放在桌子上。张总拿起来一看，立刻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名片上写着：“李建国，华泰集团监事会成员，持股0%。这不可能！”张总的声音都变了调。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李师傅坐下来。22年前，我刚来公司的时候，华泰集团还只是一个小公司。当时的老董事长李明华是我的战友，他邀请我来公司工作，不只是当保安，还让我持有公司的股份，担任监事会成员。我的职责就是监督公司的运营，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默默地观察和记录，从来没有干预过公司的正常经营。但是现在，我不能再坐视不管了。王经理颤抖着问道：“那您为什么一直不说？”“因为我相信张总能够把公司经营好。”李师傅看着张总，老董事长去世前特意嘱咐我要给年轻人机会，不要过多干预。所以这5年来，即使我看到了一些问题，也只是记录，没有过问。但是现在，张总您已经把公司推到了破产的边缘，作为监事会成员，我有责任站出来。张总彻底慌了神。李师傅，不，李监事，您听我解释，公司确实遇到了困难，但我有办法解决的，您给我一点时间。时间？李师傅冷冷地说，您还要多少时间？公司的资金链已经彻底断裂了。您知道为什么中海地产要在这个时候催收租金吗？因为他们也知道，再不收就永远收不到了。李监事，求您了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可以找到投资人，可以卖掉一些资产。张总几乎是在哀求。卖资产？李师傅翻开记录本，上个月您已经卖掉了公司在郊区的那块地，得到了800万现金。这钱去哪里了？
张总支支吾吾，说不出话来。我来告诉您，去哪里了？李师傅的声音越来越冷。其中500万，您用来偿还了自己的个人债务，剩下的300万被您转到了海外账户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您甚至还想把公司的核心技术专利卖给竞争对手，来换取现金流。如果不是法务部的小张及时发现并阻止，公司最有价值的资产就被您贱卖了。张总的脸已经完全没有血色，身体摇摇欲坠。现在您还想通过裁掉我这样的老员工来节省开支？李师傅站起身来，张总，4700万的租金缺口，您打算裁掉多少员工才能填补？按您刚才的计算，裁掉我1年能省3万多，那要裁掉1500个像我这样的员工才行。可是公司总共才200多人。会议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外面的阳光依然明媚，但室内的气氛却如同寒冬。良久，李师傅开口说道：“张总，我现在以监事会成员的身份，正式要求您召开紧急股东大会，讨论公司的财务危机和应对方案。如果您拒绝，我将启动监事会职权，直接向工商部门举报公司的财务违规行为，同时向法院申请查封公司资产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。”张总瘫坐在椅子上，彻底没了声息。这时，李师傅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是中海地产的催收经理王经理。我是李建国。对，华泰集团的李建国。什么？您说租金的事？我知道，明天上午10点。好的，我会准时到场的。挂了电话，李师傅看着张总，张总，明天上午10点，中海地产要正式启动法律程序了，您还有12个小时的时间来决定怎么办。要么您主动召开股东大会，我们一起想办法渡过难关；要么您等着公司被查封，所有人都失业。说完，李师傅收起记录本，整理好制服，向门口走去。李师傅，不，李监事。王经理在身后叫住了他。如果公司真的破产了，我们这些员工怎么办？李师傅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。王经理，公司的命运不是由我一个人决定的。但是我可以告诉您，如果大家齐心协力，华泰集团还有救。如果继续让某些人胡来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至于您刚才问的员工怎么办，我想说的是，真正有能力的员工到哪里都不会饿死，但是那些只会拍马屁、做假账的人，破产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。说完这句话，李师傅推门而出，留下了面面相觑的3个人。当天下午，华泰集团内部传开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，那个干了22年的老保安，竟然是公司的股东和监事会成员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公司欠下了巨额债务，随时可能破产。员工们开始议论纷纷，有的人准备离职，有的人选择观望，还有一些人主动找到李师傅，询问公司的真实情况。李师傅没有隐瞒，他把公司的财务状况如实告诉了大家，同时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职责。我不会眼看着老董事长的心血毁在某些人手里。李师傅对聚集在值班室的员工们说道，但是公司的未来需要大家一起努力。如果大家愿意相信我，我们就一起想办法度过这个难关。如果有人不愿意承担风险，现在离开也不晚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除了几个高管层的亲信，大部分员工都选择了留下来。第二天上午9点半，李师傅穿着整洁的西装出现在公司大厅，
这是员工们第一次看到他脱下保安制服的样子。虽然已经65岁，但他的背脊依然挺直，眼神依然锐利，举手投足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。10点整，中海地产的工作人员如约而至。为首的王经理一进门就愣住了，他没想到接待他的不是张总，而是这个陌生的老人。您是？王经理疑惑地问道。我是李建国，华泰集团监事会成员，代表公司与您协商租金事宜。李师傅递上名片，王经理接过名片，仔细看了看，然后拿出手机查询了一下华泰集团的股东信息，确认无误后，他的态度立刻变得恭敬起来。李先生，关于租金的事情，王经理，我直说了。李师傅打断了他的话，公司现在确实没有能力一次性支付4700万租金，但是我有一个方案。什么方案？公司愿意以现有资产作为抵押，分期偿还所有欠款，同时我个人愿意以我持有的公司股份作为担保。王经理有些意外，您的股份值多少钱？按照公司目前的净资产计算，我的0.8%股份价值约为150万，虽然不多，但这代表我的诚意。更重要的是，李师傅继续说道，我将重新整顿公司管理层，确保公司走上正轨。我有信心在1年内让公司扭亏为盈。王经理沉思了一会儿，李先生，您的提议我需要回去和公司商量，但是我个人认为您比那个张总靠谱多了。那就谢谢王经理了。李师傅起身相送，我等您的回复。当天下午，华泰集团召开了紧急股东大会，李师傅正式提出弹劾张总的议案，同时提出了公司重组方案。经过激烈的讨论，股东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弹劾议案，张总被免除了总经理职务，李师傅被推选为公司重组委员会主任。1周后，中海地产同意了分期付款方案，华泰集团得以暂时度过危机。李师傅重新穿上了那套保安制服，继续在大厅里值班。但是现在，每个路过的员工都会恭敬地叫他一声李总。我还是喜欢大家叫我李师傅，他总是这样回答。在他的办公桌上依然放着那本厚厚的工作日志，每天晚上他还是会认真记录当天的工作情况，只不过现在记录的内容从保安工作变成了公司重组的进展。3个月后，华泰集团在李师傅的领导下重新焕发了活力，公司不仅按时偿还了债务，还接到了几个大订单。那些曾经想要离职的员工现在都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，而张总因为涉嫌挪用公司资金，已经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李师傅依然住在公司附近的那套老房子里，每天准时上下班，认真记录工作日志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他的女儿回国了，在公司的法务部工作。爸，您真的打算干到退休吗？女儿有时会这样问他。孩子，这不是干到退休的问题。李师傅总是这样回答，这是责任。老董事长把公司托付给我，我就要对得起这份信任。华泰集团的故事在当地商界传为佳话，人们都说那个干了46年的老保安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什么叫做守护，而李师傅依然每天认真地填写着工作日志，就像46年来的每一天一样，因为他知道，真正的守护从来不是表面的风光，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担当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
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